长官，909旅下手比808旅还要狠呀！可惜阻击任务不归我们工兵，不然我还真想和他们好好玩上一把。台长，长官要和你通话，用2号密语。癞蛤蟆是青蛙。什么？有一群蝎子从山下上来了，能否抓2只油炸？没问题啊！报告癞蛤蟆，青蛙分队早已做好捕蝎准备。红军1个营已经向我们开来了。参谋长让我们分组阻击一下，做阻击准备。通知特战大队彭副大队长，按计划执行。是。空军报告，蓝军统领山阵地已被摧毁。朱团长报告，某部3营即至统领山主峰。通知朱团长，天黑前控制统领山一线，炮团务必在天黑前通过统领山。是。我们的前方情况怎么样？工兵连还在排雷。怎么搞的？几颗地雷还搞不定吗？政委，你在这里守着，我上去看。老楚，前面有丁参谋长呢。还是我去吧。凭他这么谨慎法，明天早上也过不去。蓝军没有多少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1排2排，从阵地两侧摸上去。是。打！报告排长，敌方炮火已准备完毕。好，准备撤退，烟雾弹。撤！报告营长，烟雾太大，看不清路。我看他们只不过是工兵分队，火力并不强，只能靠放烟雾。等烟雾散了再前进。是。撤。红蓝双方谁也没想到，当真正的实兵对抗展开时，首先投入战斗的不是炮兵、步兵，也不是特种兵，唱主角的却是工兵。蓝军派出一个工兵排在统领山上构筑假阵地，打造豆腐渣工厂，虚张声势打起阻击战。而红军也派出一个工兵连在高速公路上展开认真细致的排雷作业。这些看似不成规模的小打小闹，则诠释了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真正含义。对楚占刚来说，时间的流失意味着期望中的胜利要打折，回旋的空间被压缩，他不能允许这种现象蔓延。什么情况？还有30分钟，这段路就排查完了。30分钟，大约还有150米的样子。挖出几颗地雷？有10几颗，但都是假的。什么？假的？把工程师开过来！是。旅长，你不能去，还是让我来吧。你马上带上队伍，在后面跟上就是了。上车。
我看有些旗鼓相当了嘛。看来楚占刚这只华南虎真的被激怒了，连自己这个旅长都亲自披挂上阵了啊！韩鹏的下一步棋可就不好走喽。报告参谋长，工兵分队已将红军车队阻止在外面外的道路两侧，定点爆破准备完毕，可以随时进行山体爆破。定向爆破，我们准备通过山体爆破形成山体滑坡，阻断这段公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垃圾战术。参谋长，你看，现在能够制造多少立方的阻拦物啊？接近1万立方，红军全力打通需要多长时间？最少需要3个小时。好，这样，再给我增加1倍的土制钢料。需要时间填充弹药。彭大队长，叫你的特战分队把工兵替下来。是。把你的工兵集中起来，继续填充炸药。我给你20分钟时间搞定。我要让他们连拉带挖到天亮。工兵就喜欢玩大当量的，没问题。哎，我们起名叫垃圾战术，这名字是不是不好听啊？我们专业化蓝军就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嘛。好了，去吧。是。哎，不行，多了，撤下一下。多放点不是威力更大吗？威力大了会把山体炸飞的。如果阻塞体落不到道路两侧，我们不就等于白干了？快！来人，把洞口封上。我们正在进行蓝军阵地，但蓝军又上了增援部队，火力很强，需要炮火支援。马上把目标方位发送过来。是。目标，坐标。兄弟们，这边，达到防卫炮的指挥所。弹药装填完毕，正在封堵洞口。通知所有人员脱离战场，撤出战斗。是。向后转，跑步走。撤！进攻！我是洞3，特战队已全部撤出，可以起爆。
队长，你怎么亲自开车探路？这多危险！哎，要不这样，这段路还不得走到天亮啊？这样，到前面宿营区吃点东西，已经1天没吃饭了。政委啊，下一步要研究一下应对心理战的措施了。这样下去，部队会被拖垮的。没错，这方面我们训练搞得太少，总以为敌人的心理战只是政治宣传，没想到成这个样子。张参谋，到目前为止，我们走了多少路？中路推进了220公里，220公里，到达宿营地是260公里，平均1小时23公里多点。牛车都比这快。刚接到右路朱团长电话，他们通过统领山了。蓝军工兵炸开了统领山分水岭的一处山体，造成山体滑坡，隐埋了公路，目前正在打通。什么？他们把山体炸开了？是。过分，太过分了！看样子，韩鹏是铁了心了，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千里行军路上。什么时候能打通？预计要在明天上午8点左右。明天上午8点，这样下去，后天还能赶到安旗江渡口吗？队长，朱团长他们已经被堵在土岭山一带，他们请示，能否改变行军路线？他们想怎么走？走7连2省道，从东面绕过统领山和小毛山，估计要多走130多公里。移动。这条路上安全吗？路况不错，去年刚翻修过，应该没问题。关键是蓝军还不知道我们要绕着走，不太可能设伏。队长，你看，这样，摩步3营继续留下来打通统领山，炮团可以改道，不过要派出兵力，提前赶到安溪渡，控制渡口和渡船。明白。山豹旅虽然经过一番努力，有效地阻止了红军的快速挺进，但韩鹏心里很清楚，红军首领楚占刚是不会轻易被他这几招心理战就阻挡在途中。充其量是红军的行程耽误1-2天，但这一成果已让韩鹏感觉到现代战争的信息空间无限之广，手段无限之多。这会对未来战场面貌带来强烈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看来差距很大呀。你说，跟谁的差距大？我们呀，我们和山豹旅，我觉得他们的作战理念还蛮新的，我们真有点接应不暇了。你呀，还是留有余地，不是接应不暇，而是招架不住，对吧？老徐啊，你有点不像909旅的政委了。老楚，我怎么不像909旅政委了？仗还没打，你就认输了？不是认输，我确实认为战区陆军弄出这样一支专业化蓝军来参与对抗训练，有一定的道理，让人耳目一新，起码对我来说。你说说，怎么个耳目一新法？以前我们也打过演习，也碰到过蓝军，可那支蓝军是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部队，熟悉的领导，熟悉的装备，连打法、战法、训法都是一个训练大纲规范下的产物，打起仗来心里有数。行军宿营路线了如指掌，输赢运气各占一半。可这一次呀，不一样了。你看看，我们一个齐装满员的机步旅，跟一个刚刚组建不久的，说白了也就半个旅的实力进行对抗，而我们却显得力不从心。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太陌生，陌生到我们处处被动，慢半拍，都有点不知所措。哎呦，真有点遇上外军的感觉了。
我绝不否认啊。目前，山茂旅是占据了主动，但如果说这种模式就是最先进的模式，为师有点过早了吧？这就是现代战争吗？啊？哼！我看像打群架。老楚啊，现代战争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只是从电视新闻里看到过已经发生过战争的某些局部战场，只能算是隔岸观火。我们并没想到，火会烧到自己头上，更不知道火会从什么地方烧起来。你这个说法倒是有点新意啊。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呢，不符合国情军情。你说呢？行，老楚，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了，你好好休息吧。我安排指挥所跟上去。哎，弘毅跟我玩失踪有1天了吧？有这个必要吗？好，我再给他拨个电话，指挥所跟上去。哎，弘毅跟我玩失踪有1天了吧？有这个必要吗？好，我再给他拨个电话。哎呀，怎么是停机呢？真是，停机。白天是关机，现在直接停机，什么意思啊？韩鹏让我搞不懂，我自己的属下也跟我玩新战法，怎么会这样呢？电台处于静默状态，手机也不通。看看特战大队其他队员手机开不开通，尽快跟他们取得联系。团队长，535前沿没发现情况。厂长，味道不错，过几天这就是我们的家常菜了。你沿前面的坡形向下100米，可以收到地下信号源，再沿信号源的方向直插进去，就是30号中口。你们在中口2侧潜伏，去吧。是。你们2个中队前进到535前沿200米处那片林地潜伏，3天以后我会找人联络你们。是。副大队长、参谋长几个中队长，他们的手机不是停机就是关机，看来呀是统一行动了。统一行动，行动前怎么也不报告啊？我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怕是暴露目标吧？放心，他隐蔽的连我们旅领导都找不着了。这万一出点事情，失控失察的责任都是你我的。弘毅呢，做事一向认真，一丝不苟。有时也是小题大做。哎，300多人出去2天多了吧？队伍在哪儿？人员在干什么？武器装备有没有问题？我们一概不知。我们的推进情况，他们也不管不顾。这真要是打起来，他要是让敌人给歼灭了，
我们还都蒙在鼓里，这能行吗？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你放心吧。不是有句话说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啊，将在外啊，我还不是将呢，他能成将吗？芝麻将。老楚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我想把弘毅这枚棋子挪地方。什么意思啊？你想把特战大队撤出狼山？这么早把特战大队弄过去，你觉着有必要吗？我认为必要性不是很强。如果我们这一路上顺顺当当，弘毅他们提前秘密投送过去，还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是大部队遇到麻烦，推进速度缓慢，你说他们在那里趴个7、8天还有意义吗？7、8天的野外潜伏，战士们还能爬得起来吗？这事儿也怪我，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能再开会研究一下就好。我至今认为我们的决策是对的，不用怀疑。如果这招奇招妙棋用对了，我们可以出奇制胜了。你知道我现在有个什么想法吗？你说。我想用弘毅这支队伍，在蓝军后方倒他一下，同时让他南下，接应掩护大部队北进。这是韩鹏想不到的吧？这倒是可行的一步。只要在蓝军后方突然杀出一支红军的特种兵，你想想，韩鹏他能不乱了阵脚吗？他必定会放弃或减弱对我们途中的骚扰，把注意力集中到弘毅身上。老楚啊，这个想法好啊！哎呦，是啊，可是现在弘毅人间蒸发了，无影无踪了，这叫什么事儿？你说，老楚啊，这件事呀，当时在我们出发之前，你应该交代清楚，他就知道自己身负2项任务了吗？我当初就不太相信他能潜伏成功。现代侦察手段这样强大，想在蓝军鼻子底下潜藏300多号人，哼，简直有点天方夜谭啊！不，把有点改成就是。可你当时还是下了命令。是的，我当时同意弘毅的提议啊，是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也不想给大家留下旅长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的印象。而且当时弘毅的阐述啊，还有些可信度，你说我怎么能不支持他呢？这么说，你这个命令是有杂念的喽？谈不上杂念。你说你勉强，就是顾忌弘毅在会上曾反对你把谋卫营留下和3路开进的方案。我只谈现在，他太我行我素。现在潜伏的不知道是我找不到他了，还是他找不到我了。哎，不是，一个旅长在战场上找不到自己的大队长了，哼，我也是醉了。老楚呀，要怪呀，只能怪我们吕领导。当时出发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给交代清楚，告诉弘毅，除了到狼山潜伏，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随时调你们特战大队进行袭扰和接应任务。弘毅肯定会想办法，在他认为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保持联系的。想调特大动一动的想法，只是在刚才扫雷的时候想起来的，没遇上这一路风险，我哪能想到这个？差不多了，调度员说他们已经接到了总调度室的命令，再过20分钟就可以发车了。哎，首长，你们啥时候走啊？师傅，我不是什么首长。哎，那边的绿灯是给我们的信号吧？哎，对，就那95道的灯已经好了。哎，那你们慢走啊，解放军搜索啊。好，谢谢啊。哎，走。哎，95道的灯已经好了，可以发车了啊。
喂，黑手，钱我已经付了啊，这9号的帽子怎么还是绿色的呢？我跟你说，我不喜欢绿帽子，我要红色的啊！赶紧给我换。辛苦老板，口气不要这么大，你媳妇儿都没找着，谁给你戴绿帽子？不就是想要顶红帽吗？3分钟能搞定的事儿，伤了和气干嘛呀？赶紧过来吧。这，9股道改成红豆。好，那其他的呢？其他不变，改多了会影响其他正常列车的运行，只要把军列拦在站里就行了。明白。那我们控制他们多长时间？到明天早上8点40自动解除就行。好。这是我的。少得了你的吗？怎么样，打进去了吗？特别好使。这个故障设置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还不会影响到它的指挥中心，其他车辆都正常运行。喂，你好，调度员同志，怎么回事？怎么又不走了？这是总调度室的命令，我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再等一等吧，可能是线路上的问题。要等到什么时候？估计得等到天亮。等到天亮？啊？怎么又停了？徐政委的车停在路边。有什么情况？右路炮台绕行省道，目前路上一切正常，中路部队在前面休息加油。好，看来还是铁路输送安全可靠。早知道这样，全走铁路了。铁路方面也出现点小问题。什么？铁路上也出问题了？军代表没协调好？不是，是铁路方面技术问题。严副旅长打电话过来说，是信号灯出了问题。铁路部门正在排查，故障在没有排查出来之前是不能放行的。政委，不会又是韩鹏他们搞的鬼吧？可能性不大。这次军运，铁路部门十分重视，沿途桥梁隧道都加强了警戒。蓝军想动我们钢铁运输线，没那么容易。哎，他们还在查呢，不会查出来吧？要是查嘛，肯定是能查出来的，不过需要一点时间。他们现在是在排查系统，然后是软件，最后才是硬件和线路。呀，老板，老板，哎，生意如何呀？都搞定了。不过他们已经发现有问题了，正在一步一步的排查。我们设置的是到明天早上自动解除。行，让他慢慢查吧。你们呀，赶紧回去休息啊。不困啊，老板？你不困？多好玩！哎，老板，你不觉得我演什么相声吗？行了，就别挺着了，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咱后边啊还有大生意呢。走吧。好，收东西。 909旅的3路开进，让蓝军东一榔头西一锤的非对称战法这么一闹腾，整整在路上耽误了2天。韩鹏知道，仅靠现有这几招想完全阻止红军挺进是不可能的。参谋长郝建国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在安七江渡口组织一次有一定规模的阻击战，趁红军炮团渡江之际。 封锁安七江面，或将其阻挡在安七江南岸，以期再拖延1至2天。目前，红军与我方几天的较量中，突破了我方设置的以信息战、心理战、技术战为主要攻击力量所构筑的防线。3路纵队已向前推进800到850公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呐，红军在与我方的较量过程当中。 已经逐步掌握了我们的心理战，还有信息战，并且
加强了反制措施，我们也要有所改变。周参谋，说说你的构想。根据目前红军挺进速度，最多2天3路部队，至少2路可到达狼山基地。而与我正面交战开战之初是909旅，建制中剩下最后一个炮团。经过我们的了解的情况，这个炮团将在演习结束后撤编，也就是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参战。据说炮团的官兵情绪高涨，战斗精神顽强，对我们的威胁极大。我方有必要在安西江渡口一线针对齐右路组织一场阻击作战。等红军第一批装备装船开始航渡时，我炮兵首先集中火力对轮渡发起攻击，击沉齐渡轮1到2条，而后炮火延伸对南岸红军装备、油料车辆和码头实施覆盖性炮击，摧毁码头。我步兵占领江堤后，用重机、轻机枪和火箭弹等轻武器组成密集火力网，封锁江面，压制红军特种兵冲锋舟涉水强渡。我们山豹旅从组建以来，还没有真正打过一场硬碰硬的实兵对抗，这回算是真亮相了。对，我们要好好打赢这场仗，总不能让别人说我们是偷鸡摸狗的吧？经无人机和卫星发来的侦察情报分析，蓝军一支炮兵部队已分散成多路，向安西江渡口一线开进。蓝军的一个机步营也在向安西渡口悄悄运动。这一迹象表明，蓝军正在调集兵力，企图凭借安西江开阔江面，在安西渡一带阻击我右路部队渡江北上。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参谋长，看来专业化蓝军参演的确是面貌一新呐。以前我们训练基地想做的不敢做，也做不到。现在我们想不到了，韩鹏他们都已经用到演习实践中来了。唉，我在狼山基地工作了有20年了，红蓝军对抗搞了也有不下几百次，可这次的山豹旅出击的模式，这是第一次，可以说是给部队注射了一支强心剂。这只是个开端呐，全军我们是第一家。韩组长十分关心这支队伍的发展和成长，希望它能够成为陆军训练模式改革的一个新的突破口。需要突破口，就意味着有阻力啊。目前阻力不是上层，也不都是基层。那你的意思是说，中高层？军旅这一级。这一级也是部队训练作战的主体，主官们经验丰富，权力也很大，战斗力模式转变主要靠这一层级。经验丰富是好事儿，推动改革不用从零开始，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包袱。权力大，动力也大，实施起来雷厉风行，但往往观念没有创新，阻力会更大。参谋长，我有些想不通哎。你说这山豹旅组建才不过半年，各方面都还不健全，装备和人员也没有完全到位，全旅也没有形成编制战斗力，怎么就敢拉出来去跟2支王牌旅去对抗？我真是有些搞不懂。不瞒你说，我们基地的很多同志对此也有疑问呢。都有什么样的疑问呢？以往的红蓝军对抗，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师对师，团对团，营对营，摩部对机部，装备和弹药都有一个量化可比性。可这次的山豹旅，说白了也就是半支旅，去跟808旅、909旅对抗，这实力太不相当了。有的同志认为这样的对抗有失公平竞争的原则，也不符合游戏规则。就拿第一阶段来说，安排山豹旅和808旅对抗，对山豹旅来说就很不公平了。导条评判和裁定标准也很难掌握。打仗可不是体育比赛，更不是娱乐游戏。军事强国不会因为对手的弱小、实力的不济就不打你，相反，捡软柿子捏可是大有人在呀。反之，恐怖组织也不会因为你国力、军力强大而不敢发起挑衅，停止恐怖袭击。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战事，哪一场是实力对称？啊，
哪一个战争的参与者与对手讨论过游戏规则？几条小艇、10几名海盗就能把一个泱泱大国的万吨巨轮劫持走。如果没有自己的护航力量，你跟谁去谈公平？几十辆皮卡车，架上高射机枪，就能发动一场推翻政府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模式，在战争史上你看到过吗？没有吧？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讲，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不对称恰恰是战争的常态，是实战的真实状态。你能说它就不是未来战争吗？我认为是，起码它是未来战争的一种形态。有道理啊！看来我们把训练和演习过于规则化和游戏化了，看似公平，恰恰离实战渐行渐远了。很多同志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产生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在这山豹旅第一仗是打赢了，要是山豹旅这第一仗没打好，上来就被808旅给干掉了，那这专业化蓝军这条路恐怕就不好往下走了。当初邢司令员冯政委提出把这只小豹子放出来见见世面的时候，我也是捏了一把汗。我何尝不想让山豹旅再强大一些，再丰满成熟一些，再拿出来展示威风，真正以实力超凡的强敌姿态出现在红军面前。但是司令员认为，不能把我们的专业化蓝军培养成一支贵族部队、特权部队，像喂养大熊猫一样，都养成了观赏和摆样子的一只肥豹，那就完全丢失了组建专业化蓝军的意义。我明白了，首长的意思是让山豹旅在和红军的较量中成熟成长起来。是的，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蓝军，我们以前没有搞过，完全照搬国外的也不行。我们的蓝军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在探索。因此，韩鹏的专业化蓝军建设，首先要有中国特色、陆军特征，同时也要有战区特点，而且主要要突出2点：一是专业化，2是出击性。专业化和出击性？对，专业化就是与过去的互为蓝军的演习部队不一样，从部队的组建、职能、任务到编制编成、武器装备及干部战士，都要突出假想敌的特点。义军化、外军化特点突出，要让红军呢始终感觉到陌生、新鲜、难以应付。专业化还在于有目的的去模仿某一国、某一敌对组织的武装力量，要扮演得像，要陪练的专业，不能陪着玩儿，要作为对手真打实干，让红军从此长记性、得教训。另外，就是要出击作战，不能守株待兔。这支蓝军部队没有基地依托，四处出击，全域机动，能攻善守，是多兵种模块化组合体，集陆军各种作战元素为一身，是一支独特的新型的作战力量。编制不大，但是能量巨大；动作不大，但是能够牵动神经。以城市战场为主，突出陆军未来作战的特点和样式。当然了，这仅仅是我们一种构想。山豹旅首战808旅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当时心里是一点都没有底。韩鹏他们在研究外军战法时，的确有创新，学习外军，但不是机械的模仿，不等不靠，而是敢于主动出击。说实话，算是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呢。参谋长，邢司令员，您从北京开会回来了？昨天夜里会议结束，我就连夜赶回来了。今天一大早就往这赶，算是马不停蹄吧。司令员，还没到发起总攻的时候呢。演习不到3天了，这楚占刚的部队还没准备好啊？不是没有准备好，而是现在还在路上。还在路上磨磨唧唧的干什么？让山豹旅在途中阻击了一下，推进的速度慢了一些。韩鹏是怎么打的？把楚占刚的部队拖了这么多天。用楚占刚的话讲，就是打群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主要是搞心理战、信息战、舆论战，再加上网络渗透，上来就把楚占刚弄得个晕头转向。从昨天开始，
算是缓过劲儿来了。红军现在距离狼山还有300多公里，顶多1天，3路部队啊都可以到齐了。我说嘛，这山豹旅现在还不具备实兵阻击对抗的能力嘛。不过今天您来的正好，两家有一场硬仗，马上就要开打了。好啊，我们去看看。行。红军左路沿铁路向北开进，预计明天凌晨，红军装甲团将到达狼山。红军的右路是沿国道开进的炮团和一个摩托化步兵营，于今天中午到达安溪江渡口，在这里渡江北上。可以走桥吗？为什么要乘船过江啊？安溪江公路大桥正在进行大修，重载汽车禁止通行，因此我们在制定演习方案前就已经确认，安溪江大桥已经被炸断，涉渡是唯一的过江方法。红军的中路及第909旅指挥所现在已抵达宁江县境内，距狼山基地还有340公里。目前楚旅长的位置在这里，他为什么不往前走啊？红军指挥部从昨天凌晨到达宁江县后，就再也没有向前推进。从红方得到的消息是，红军正在组织一场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他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炮团能够顺利的过江。山豹旅的炮营和机步营昨天傍晚已经在向安溪渡一线集结，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在安溪渡口阻击我右路部队渡江，在我渡江过程中或登岸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向我发起攻击。蓝军机步营目前到达什么位置？还不清楚。不清楚。蓝军的可疑目标在进入丘陵山区后，卫星就很难跟踪了。派出无人机继续侦察。通知炮团加速前进。是。参谋长，你别说，这个楚占刚还蛮果断的。没错，楚旅长这回总算是拎起神来了。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如果他沉着果断，后面的仗也就好打了。多年来，部队习惯按部就班的作业，遇到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对手，就慌神儿，就发懵，不是犹豫不决呢，就是急躁不理智，把平时学过的战法全都给忘光了。这王可正就是这样败下阵的。炮营5个隐秘点，凌晨3点前已经全部到位；机步营凌晨4点前也全部到位，隐蔽在距江边2公里的防空离站中。战斗发起10分钟之内，炮火可进入设敌阵地；机步营2分钟之内可到达江边。按照909旅炮团的行军速度，现在应该到安溪渡口了。如果路上不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他的先头部队应该已经抵达渡口码头，进行装载准备。看来双方都看好了安溪江渡口这块战略要地，而且都是有备而来的，有好戏看了。蓝军占据了天时地利，但是企图好像已经被红军发现了。光发现对方的企图还是不够的，如何控制对方的企图，并一击粉碎它？蓝军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的企图已经被发现了，这就是他最致命的敌。参谋长，你说，就目前两军的态势，安溪江渡口这一仗，谁的胜算更多一些？如果韩鹏能够有效地实施他的阻击计划，蓝军的胜算更多一些。通知炮团，在渡口以南30公里处原地待命，先派出一个敌炮连和摩步3营，按原计划进入安溪江渡口码头，做好装载登船准备。要是这样的话，炮团在今天傍晚之前就不能渡过安溪江了。如果蓝军炮兵真的埋伏在江北丘陵山区，安溪江正好处在他的火炮射程之内。我们先派出一小部分炮兵赶到码头，先期做好登船装载准备，就是要配合电子侦察分队，对分散隐蔽的蓝军炮火阵地实施电子侦察。旅长，我们派往渡口的侦察员发来信息，红军炮团前卫部队的营业连已经抵达渡口。太好了！情报还说，和炮兵一同到达渡口的还有红军的一个摩步营。通知炮营指挥所，只要红军的火炮一登船，咱们的5个炮组立刻进入射击阵地。是。
侦察分队报告，蓝军在安齐江北岸丘陵山区的自行火炮目标已全部被锁定。好，太好了！通知朱团长，到达安齐渡口的部队只登船不开船，命令红军所属航空兵中队立即出动，将蓝军的5个炮火目标全部摧毁。是。哎，不对呀，这红军的摩步营怎么出现在他的右路啊？他的特战大队呢？就是啊。楚占刚可是个老滑头啊，他的特战大队到底藏哪儿了？旅长啊，侦察员发来信息，红军炮团只有1个连登船，后续部队还没有出现。只有1个连？是。坏了，快通知机步营炮连马上转移阵地，越快越好。是。经战况核实，蓝军的1个自行火炮加强连及指挥车辆、战术车辆、运输车辆等都已被我航空兵导弹全部摧毁。旅长，是不是马上通知炮团赶到安西江渡口，抓紧渡江？现在炮团渡江还早，让摩步3营先过江，炮团隔江掩护，等完全控制住了江北一带，炮团再分批渡江，打535防线。没有足够的炮火准备是不行的。是。被人打懵了吧？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1个炮连就丢了。这楚占刚够快也够狠，这点还真值得我学习。旅长，红军摩步营已经开始渡江了，打是不打？你说呢？我们的机步营已经埋伏在江边，完全可以封锁江面，阻挡渡船靠岸。我认为，就算机步营已经占领了江北堤岸，也不可能完全顶得住红军的强势攻击啊，还不如隐蔽撤出。撤出来，那咱们1个炮连白丢了。你要硬拼可以啊，再送红军1个机步营好了。那不管怎么说，机步营已经上去了，总得发挥点作用啊。打仗要不算计成本的话，明儿转了眼啊，也当不好老板，做不好生意。我搞我的学术研究，你当你的老板。你别担心啊，我不会管你借钱的，你也别到我这儿来搞开发。哎，不是，旅长，政委，要不听我说一句？你说，挡不住红军强渡，起码可以阻止他今天夜间过江，这就消耗掉红军半天时间。时间对于红军来说越来越宝贵，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压制红军战力发挥的可用武器。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阻击战值得打。不愧是参谋长啊，2比1。那明天怎么办？明天听你的呀。听我什么？哎，很简单呀。你们看啊，明天楚占刚他只要渡了江，放在他面前呢就是通往狼山基地的平坦大道，而且半天时间就可以到达。而放在咱们面前的呢，就只有死守535高地了。行啊，那就死守吧，准备打一场最惨烈的阵地保卫战。只有这样，没有别的办法了。没有别的办法？不会吧？什么不会吧？你肯定有办法呀！你说没办法，肯定在说反话呀。平坦大道半天路程，只有死守，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那我要守不住呢？你见死不救啊？命令机步营马上出击，务必把红军拦在江心。命令行风出动武装直升机进行空中支援，一定要坚持到天黑，凌晨之前撤出战斗。是。
2连3连机步兵各战车车载火力实施拦阻射击，将渡轮阻滞于安七江江面。炮火掩护。队长，蓝军机步营火力很猛，渡船很难抵岸。命令渡船返航，让炮团一营集中火力轰击蓝军，提防阵地。通知空军中队投入作战，天黑之前摧毁蓝军北岸阵地。准备射击。拿下安七渡口，楚占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几天来让蓝军折腾得寝食不安，没睡过一个踏实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政委、参谋长、朱团长报告：摩步3营已登上安七江渡口北岸，已全部占领5公里堤防阵地。要不要报告旅长？不行，旅长太累了，让他呀再睡会儿吧。好，那我让炮团做好过江准备。蓝军呢？现在去向不明，但被我击毁步战车4台，战斗减员120人。我估计已经溃不成军，趁夜色掩护撤退了。今晚就不要渡江了，让机步营向纵深展开搜索，沿公路向北展开侦查，控制最少50公里路段。旅长，明天一早炮团过了江，我们就是一路畅通了。哼，我是恨弘毅到现在不跟吕布联系。如果特大调出来个南北夹击，蓝军的机步营就不是被击溃，而是被全歼了。是的，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跟洪大队长联系，但没有成功。摩步3营情况怎么样？接导演部裁决通知，减员1/4。丁参谋长，你看指挥所能不能连夜组织？不行，老楚啊，你太累了，明天上午再出发吧，就半天的路程。今天晚上呀，睡个踏实觉。旅长，和这支蓝军对抗，指挥所绝不能孤立行动。等明天先头部队到达后，指挥所再出发也不晚。好吧。哎，楚队长，吃点宵夜吧。你不说我倒还没感觉，你这一提醒啊，我还真感觉到饿了。同心人。旅长，我感觉安西渡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开始顺手了，是吗？韩鹏玩的那几招，咱们可都一一领教了。什么心理战、网络战、信息战，其实就是那么几下子。真到了动枪动炮，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吧？明天炮团一过江，看他韩鹏还有啥招。其实刚开始那几招心理战啊，真是让我头疼，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像那个狗咬刺猬啊，不知道从哪下口。那就别理他，大胆往前闯，这不闯过来了吗？丁盘啊，
我们啊再考虑的仔细一点。除了这几招，韩鹏还能用什么手段？还有什么新的战法？我们考虑仔细了，再遇到麻烦，应付起来心里就有数。哎，古人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好，那我请他们几个80。面壁多日，有何感悟？听说你在住院的时候练俯卧撑，还反思过了，干嘛回来还跟这面墙过不去啊？行了，别来烦我。王科长，我现在可是以吕党委书记的名义在跟你说话的。说吧。你先坐下。说吧。吃饭。我是专门来陪你吃饭的。我在党委会上立下军令状，陪旅长吃1日3餐。旅长不吃，我不吃。你不是要跟我谈话吗？对呀。谈完了。说什么了？你就让我吃饭呢？这是旅党委集体决定的，就是让你吃饭，像正常人一样吃饭。你说我吃得下去吗？老规矩，先喝再吃。喝吧，我特批了。你什么意思？你不让我进步了？我早戒了。那今天我开戒。你不要命了？你肝癌手术才1年，医生不让你沾酒，那是亲口跟我交代的。你今天当着我面开戒，你什么意思？舍命陪小人呢？舍命陪小人？谁是小人？我是小人呐！对，你现在这个熊样就是个小人，我特看不起你。我要是你老婆，我立马跟你离婚；我要是部队首长，我立马撤你压职。政委，政委，我有那么坏？你给我坐下！整天带着全旅陪你闷头跑步，10圈8圈也就算了，一跑5、60圈，你折腾谁呢？啊！回到办公室对着墙装傻充愣，你以为你是达摩呀？输了一场演习，就跟霜打了茄子似的，你装给谁看呢？玩什么小子情调啊？行了，政委，别说了。你想犯错误，拉我当垫背的。来吧，不就是吃饭吗？哎，咱俩君子之交。来，你呀，这套都是江湖的啊，我懂。你刚才批评的对，我没批评你。那你说的话是放屁啊！你先吃饭，我
我一会儿跟你说正事。我吃着喝了精了，绝对不会把菜塞到耳朵眼里。楚占刚跟韩鹏已经打了整整8天8夜。我也想了8天8夜。红蓝双方还没分出胜负呢。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楚占刚和你一样，他至少也活了8天。我当天就被俘了。光埋头面壁没用。我都想过了，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死一个少一个，没人把你当烈士啊。我说同志，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噎人呢？如果说808旅赢得起输不起，劣根就出在你这个旅长身上。你还像个政委的样子，我有点情绪你不来安慰我，我有不到位的地方你不出来打圆场，一进门连损带挖苦，从头骂到脚，你还让不让我爬起来了？你还让不让我翻过身来了？还有没有我这一女之长的尊严了？你看你这不依不饶的我。好，哎，如果你还想爬起来啊，还想翻身，还不想一头撞死，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爬起来的事儿。是，老何呀，你说楚占刚这回能不能打败韩鹏？前几天很吃力，但听说今天在安西渡一仗，蓝军惨败。看，我琢磨着，我这兄弟肯定能赢，他答应给我报仇，让我出这口恶气。来，让我们预祝909旅胜利！我现在算是明白王可争老哥为什么会失手。其实并不是轻敌，而是根本没弄清楚战场在哪，敌人长什么样子，明枪暗箭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射出来的，就稀里糊涂当了俘虏了。说句实在话，他输得很冤枉。旅长分析的有道理，808失手，关键是心理素质不强，而我们不同了。王旅长经历过的，我们经受住了；王旅长没有遇到过的，我们也挺过来了。我认为，经过这8天8夜9死1生的历练和磨难，我们909旅官兵应对信息战、心理战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是得好好总结，也值得总结，一定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是。旅长，机步营在陆航大队的掩护下，已经全部撤离安西渡，现在正在返回的路上。告诉柳珊珊，红军的3路部队明后天就要在狼山基地会师了，通讯联络会很频繁，让他抓住这个机会，寻找电磁突破口，实施电磁介入作战。是。你刚才话里有话呀？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哎呀，咱们低估了楚占刚啊。是啊，他现在是气势如虹。哼。现在咱们已经无法阻止他的快速推进了。哎，那你说怎么办啊？你问我啊？哎，你不会不管吧？哎，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主意了啊？你这不说。我该出手时候已经出手了，把戏再玩肯定穿帮。你这人有点没意思。哎，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手里边有牌，你不愿意出。什么牌？柳珊珊呀。我还想把你压上去呢。让我跟柳珊珊同时出击，开什么玩笑？我怕他们单独行动不够稳重，万一失败了，前功尽弃不说，很有可能满盘皆输。行了，咱不开玩笑了。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呀，只有一件事儿：909旅的特战大队。要不怎么说你是政委啊？哎，你说啊，一支300多人的特战大队，居然消失了，无影无踪的，这种战法堪比隐身战机了吗？我敢说，在909旅发起总攻之前，如果咱们还得不到这支部队的踪迹的话，哼，他们这支特战大队呀，有可能就是悬在咱们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你就这么害怕这天堑之间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有一种直觉，这支部队现在肯定已经隐藏在咱们周围了，而且随时有可能冲出来，对咱们进行致命一击。加大电子侦察力度，全天候收集909旅的通信联络信号，监控无线网络和有线网络的各个主要节点。只要他们和特战大队联络，咱们就一定能捕捉到他们的踪迹。这个很难，我已经搜索了他们1天1夜了，他们所有单位的电台信号以及有线电信网络，我都在跟踪监控之中，唯独没有这支部队的消息。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所以你就不敢离开？我是不能离开啊，我是怕我一离开，这会发生突变。也有道理。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什么？我们又侦查到一个特别的情况。什么情况？演习指挥中心内部有间谍活动。是敌特活动吗？要是敌特活动，我们会向上级报告，并且采取行动。但目前看来应该不是，可能是红蓝军演习对抗中派出的暗探在行动，通常是通过民用的信息来收集对方的信息情报。我们没有人干这种事儿吧？这个我可以保证。所以，我怀疑你已经被盯上了。盯上我有什么用啊？我韩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怕什么？如果你的行动属于军事行动，那你这蓝军司令的行踪可就值钱了，说不定也会有脑袋搬家的一天。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有可能对我进行斩首行动？是。这红军的特战大队来无影去无踪的，我们的行踪呢又被他们跟踪了。哼，这楚占刚厉害啊！估计还要多长时间？轮渡公司说午饭前后可以全部过江。能不能给他们协调一下，再给我们派条船，费用我们加倍？渡轮公司经理说了，除了油料钱，不会多要解放军1分钱，而是海事部门有规定，这段航道水流急，主航道上来往船只多，渡轮过江密度大，不安全。好，这个事儿我知道了，你如实汇报给指挥所，我再过去看看。是。局长，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一步。等等朱船长那边过江的情况。中午前后，能不能再快点吗？行，我知道了。舒旅长，安西路方向来电话，2个炮营和弹药全部过江，还需要4个小时。要不你和政委先走，我在这里守着。我们还是等炮团过江上路后再走也不迟。左路开进十分顺利，今天晚上19点，第1列军列就可到达狼山站，20点10分第2列到站。司令，
占刚上来了吗？还没有呢，还在等什么呢？可能在等他的炮团过江吧。没炮，他心里没有底。看看楚占刚指挥所的情况。装甲3营在刘庄村，装甲2营在杜家村，保障营在河西村。红毅那边还没有消息吗？没有。内线那边知不知道情况？看看韩鹏在干什么？这个家伙，都这个时候了，还在睡大觉。可能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那就让这个家伙再睡一会儿。安七江阻击实力对山豹旅有什么影响吗？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影响，好像也在积极的准备迎战红军吧。看来韩鹏要死守高地了，挡不住了嘛，也只能死守了。如果楚占刚速度快的话，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就会发起总攻。但是1天1夜能否攻下来，这也很难说呀。但是看楚占刚的炮团能否发挥作用。邪了门了，连导演部都不知道红毅到狼山了。现在很难说特大是否已经进入狼山潜伏。红毅他们是乘民航机飞到光明市国际机场的，根本没跟狼山基地取得联系。我们也不好向基地打听。但我们的内线目前就在基地指挥中心，有什么重要的信息，他会发短信告诉我们。了解一下韩鹏现在在什么位置。好。好了，就这样。可靠吗？是咱们旅1个月前抽调到基地搞保障的兵。走前我专门安排了任务，可没想到，他前几天发来短信告诉我，他在指挥中心干勤务。没想到你把眼线安排到首长的眼皮底下了。按常规打，咱就按规矩来，可跟山豹旅作战就得多几个心眼儿。他能鸡鸣狗盗，我就不能旁门左道了。有道理。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于参谋把炮阵地的位置给标出来了，你们俩过来确定一下啊。知道了。这事儿先别让政委知道。来信息了。这什么意思？韩鹏在535防线。好，太好了。既然他已经在狼山等我，我也不能不登门拜访。什么太好了？哥，丁参谋长说，韩鹏已在535防线等待我们多日了，我们也不能总是在路上磨磨蹭蹭。我看我们该上路了。教授，原定不是韩旅长过来的吗？怎么你来了？旅长很有可能已经被对方监控跟踪了，他如果来，很可能暴露这次行动。红军对我不感兴趣，我的行动反倒自由一些。旅长怎么可能被他们监控到呢？这指挥大厅内部很有可能出现了909旅的内部。这以前打演习的时候，就有红军老乡给蓝军老乡送情报的。这小云君子啊，咱都得防。哟，啊，怎么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10人被劫持，快派人救！李海云，海云，炮团朱团长老婆，东北人，大个子。这怎么可能呢？哎，朱团长知道吗？不清楚，估计不知道吧。如果知道，最起码应该打个电话跟我报告一下吧。你们还没走啊？参谋长，过来。好，这事儿赶紧报警啊！
我怀疑是韩鹏的心理战，还是想拖住我们，让我们心神不定。不太可能吧？他们刚刚用过，不会故意重演吧？你先把电话打过去，问问李海云的情况。好。关机呀！政委，你肯定发短信的手机号是朱团长家属？这还能有错？所有营运商干部家属的电话号码都存在我手机里。昨天我和李海云打了电话，告诉他老朱打了个漂亮仗，这就是他的号码，不会有错的。关机什么意思？10人被劫持。老徐，给你2人打个电话问问。哦，他下海岛巡诊去了，3天就走了。这样吧，你问问你家小顾。你打，我没带手机出来，他在家，最近他不会出门。没人接听啊！他怎么不接电话呢？他不在家好好待着，去哪儿了呢？老楚，别着急，我估计他上街买菜去了，再等一等吧。这样，先把消息封锁起来，尤其不能影响到其他干部的情绪。我想有2种可能：一，又是蓝军的心理战。不可能，韩鹏几分钟前还在535指挥所里，怎么可能跑到1000多公里的澄海市去呢？你怎么知道韩鹏在535高地？他指挥部的视频画面打在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我的内线在指挥大厅里已经看见韩鹏了。你派人到指挥大厅去了？是部队管理处抽调咱们旅的兵，去基地搞保障，正好这个兵是我的老乡。先不说这些了。如果不是韩鹏本人，也有可能是山豹旅的其他人。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推测，我希望我的推测是正确的。第二，有可能是家属院真出事了。不对呀，如果真要是出事，无部一营的雷营长应该知道啊。真要是出事，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丁凯，你马上打电话给雷营长，问问家属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好，这事你们俩商量个办法。我先赶到狼山去。这件事目前仅限于咱们3个人知道。尤其不能告诉朱团长，他正在组织炮团过江呢。政委，你看呢？老楚，这样好不好？等你爱人小吴回来电话过后，你再走。不能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旅长先顾及自己的家属，这像话吗？我先给一营长通个电话。啊，等等，如果有事，雷营长会知道；如果没事，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雷营长是不会打电话的。现在突然打电话给他，会不会引起恐慌？雷营长可是个火爆脾气啊！我看还是马上报警，让地方公安出面解救。怎么报警？只凭朱团长老婆那些只言片语的信息就报警，这样恐怕不合适吧？如果真像楚旅长所说的是蓝军方面搞的心理战，把这件事情莫名其妙的捅到公安局去，虚惊一场，那笑话可是大了。如果媒体一介入，网上微信一传开，这还真不好收场。呀，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楚占刚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徐小村不相信。徐小村的不相信，又促使了楚占刚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这种不自信的产生，又引发了决策上的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眼看胜利曙光就在眼前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珊珊为大家带来的好日子。今天呢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千人解放军，我们军民共建单位和909旅的部分家属代表，跟我们公司啊一起庆祝10周年成立的联欢会。我们公司啊能有今天的业绩，和我们909旅的官兵无私的支援是分不开的。昨天我们听说啊部队外出演习，所以呢我们上级领导让我们安排我们家属们跟我们一起参加联欢会。在此呢，我代表我们蓝豹公司向我们军嫂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想邀请我们909旅的军嫂代表李海云女士上台，大家欢迎。李海云女士呢是我们朱团长的夫人。那今天呢就有请我们李海云女士和我们的歌手珊珊一起呢为大家带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大家热烈欢迎。好。到前面上高速口，等下政委他们。是小顾吗？哎，我是徐小存，徐政委。什么？你们是澄海市公安局东郊分局刑警大队？徐政委，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恶性劫持人质事件，人质中有10人是你们909旅干部家属。现在劫持人质大巴车已经被拦截下来，但人质还被歹徒扣押在楼里。现场已被我特警包围，正在与歹徒进行谈判，但部分人质情绪恐慌急躁，不愿跟我公安人员进行配合。都有什么人在里边？有没有受伤的？有没有生命危险？个别人有轻伤。需要我们部队做什么？你们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其中有一名孕妇，大概6个月身孕，情绪十分不好，想要跟绑匪拼命。我们喊话安抚，但效果不明显。希望部队马上安排亲属火速赶到现场，配合公安人员进行安抚人质，不然我们的营救难度会加大。同志，不行啊！我们现在正在外面打演习呢，现在离澄海市有1300多公里的路呢。什么？你们不在澄海？这可怎么办？同志，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我们家属的安全。那名怀孕的妇女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楚旅长的爱人。你说什么？旅长夫人？是楚占高旅长吗？对，是楚旅长。能让他接个电话吗？是这样的，我们2个现在没有坐在一个车上，你等一会儿，我追赶上他过后，马上回电话给你，好吧？小李，加快速度，追上旅长。是。参谋长。什么情况？朱团长，还有炮团的地炮营营长，还有火箭炮营营长、副团长都接到了家属电话，知道了家属被劫持的情况。现在还有1个营没有过江，怎么办？我问你，现在干部情绪怎么样？不清楚，他们自己说相信组织，但朱团长提出来派1名团里的干部，马上返回澄海去看看。好了，我知道了。政委。我在值班室刚接到市公安局电话，说我们有10几名家属被劫持了。我也刚接到了电话，做好保密工作，以免引起大家的恐慌。我马上赶回澄海去。是。到底什么情况？老楚。不是心理战，是真的。现在咱们10名家属被绑在一栋大楼里，特警把整个大楼全部包围住了。你给澄海公安打过电话了？不是我打的，是他们打过来的，在东郊。劫持的人质都有谁？劫持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还不清楚，我只知道有朱团长家属、2个营长的家属和副团长家属都在人质当中。朱团长他们都知道了。我觉得不应该瞒着他们。
丁凯已经接到炮团电话，现在部队情绪受到了影响。怎么会这样？人有没有生命危险？老楚，我也不瞒你了，顾小媛也在里面。他们有没有说顾小媛情况怎么样？现在他的情绪很不稳定。老楚，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咱们的家属被当作人质被扣押，部队情绪受到了影响，我能不能陪陈海去一趟？要，你马上回去，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直接到家属大院去问你。如果没事，你马上回来，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如果有事，相信公安部门会处理好这件事情，我们会全力配合。好，我马上就去。老徐，不会是韩鹏又捣的鬼吧？不会吧？心理战他们用过一次，我怕被我们识破。兵不厌诈也有可能啊。老叔，我理解你的想法，如果是假的，也当我们的事儿；如果是真的，咱们跟朱团长也有个交代呀。我是不把他花招翻新，我就是担心我们再犯同样错误。喂，陈海是公安局吗？是许政委吧？我是。你们的人现在还被劫匪扣押的楼里，大楼已经被我们包围了。鱼看来还是没有烧熟，味道和火候都还差一点。楚占刚还是不太相信。我明白了，顾客是位北方人，口味重，这样，给他上一道硬菜。现在行吗？现在顾客呀已经饥不择食了，口味越重他越抢着吃，如果让他慢慢品尝的话，那就露馅了。行，上硬菜。顾小媛电话。小媛，喂，小媛，小媛，小媛，你不要，小媛，你要冷静。喂，小媛，楚局长，是你矮人顾小媛电话吗？你听清楚了吗？是小媛，她一直在哭。楚局长，一直在哭。楚局长，你一定要稳住。这样，楚局长，我马上赶回上海一趟，坐飞机顶多2、3个小时，回去过后一切真相就会大白的啊！你稳住，快去机场。这道硬菜一端上来，楚占刚真的要崩溃了。楚占刚跟顾小媛是二婚，顾小媛小楚占刚15岁，二人新婚之后如胶似漆。楚旅长自我感觉年轻如80后，现在娇妻怀孕5个月了，这种打击如同迫击炮弹直接落在天灵盖上，不爆炸砸也把人砸死了。至此，楚占刚被山豹旅的心理战完全击倒，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这次战役主要看你们炮团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我知道后方遇到一些事情，你们要沉得住气啊。明白，责任重大。参谋长，政委有消息了。政委刚才接到澄海公安局电话，人质是安全的，谈判专家正在跟劫匪谈放人条件，请大家不要着急。旅长、政委叫我过来，就是传达旅党委的意见，对你们右路部队在开进途中敢打敢拼的精神表示充分的肯定，对你们在后方遇到突发事件后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忘我精神表示赞誉和钦佩。请你们相信，政委在回到澄海后，一定会和地方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和解决好这件事情。哎，参谋长，我一直怀疑这是蓝军的圈套。其实杜湘作业不用停下来的。
要是不停下，我们营现在已经过江了。旅长是好心，怕你们思想上有负担，指挥操作上分心，出现安全事故，所以叫我赶过来。多此一举，你看嘛，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是啊，就算是家里出了点事儿，我们离这么远，赶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再说，离演习结束还有不到2整天，今天要是再耽误，就算明天赶到了狼山，我们也匆匆忙忙的打不好。大家的心情我理解，看到大家精神状态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好，咱们什么也不说了，2营马上渡江。是。你说谁丢人呢？啊，不丢人，不丢人。我丢人是吧？我说谁丢人呀？啊，不丢人，不丢人。嘘，别喊呐，先回去好不好？有什么话回家再说，行不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找徐政委给我评理去。什么徐政委啊？政委。哎，政委啊，别闹了，赶紧回去，大礼包我给你买，好不好？回去啊。政委，您怎么回来了？怎么了？刚才跟你媳妇吵架了？没有，就是家长里短的事。家长里短的事，我告诉你，家属人的安全，你们一营是有责任的。是的。哎，政委，您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演习结束了？怎么？你不知道？政委，有什么话您就直接问我吧，要不然这冷不丁问我后脖子梗直发凉。我们院里被劫持10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今天周末这进出的车挺多，走亲串友的人也不少，就没听说这个事啊。你看看，这是朱团长老婆李海云发过来的。不可能，政委，这你也信啊？这肯定是有人在跟您开玩笑的。你想，10个人呢，就这光天化日之下被绑走了。如果是真的，你想，这网上肯定早就吵起来了。这难道又是心理战？您说什么心理战？你看肯定没有这事儿。当然肯定，您要不相信的话，我当场找人跟您核实啊。王主任吗？哦，我是雷营长啊。啊，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徐政委今天从前线赶回来了，他有件事想跟您核实一下，您稍等一下啊。政委，管我们这个票的王主任，有什么事您直接问他吧。喂，王主任吗？你好，我是徐小春呐。徐政委。啊，对，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上午在行军的途中啊，接到你们张警官一个电话，说你们正在处理一起绑架人质案，和我们这个军人家属有关。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接过这个案子，是今天上午的事吗？对，是今天上午的事啊。不可能，您接的很可能是一个诈骗电话。现在的骗子智商高，多采用高科技的手段行骗，用他的电话打给你，有可能显示我们的电话号码。这个骗子是不是说你的信用卡上消费了多少钱？他遇到了什么危险，让你汇钱给他？哎，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损失？倒没有什么损失。没损失就好。你刚才是说有人冒充我们的公安警察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声称有人被劫持。啊。好的，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会马上向上级报告。那行，那谢谢你哈。政委，您说的这个心理战是不是山豹旅韩红他们搞的呀？哎呀，现在肯定是他们干的。我们在行军路上已经上过一次当了，被旅长识破了。没想到他们又搞一次。哎呦，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政委，您说的这件事儿，我不知道跟另外一件事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我爱人小陆啊，他刚才跟我说，今天有10几个家属被一家公司给接走了，说是参加什么联欢会，但是没有邀请我们家小陆。这都有什么人去的？有李海云，还有炮团的几个营长家属。哦，对了，还有旅长的太太顾小媛。有人在家吗？谁呀？来了。政委，你怎么来了？你们演习打完了？进来呀。
你这是怎么了，政委？坐。来坐。